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在今天的課堂上我們就要完成5級聽力部分的所有內容了。大家還記得我們上節課討論了5級聽力的哪一部分嗎？對，我們說的是短文部分。在短文部分呢，大家會聽到一段文字，然後聽到2到3個問題。這些問題我們上節課開始按照不同的類型給大家進行介紹。上節課呢，我們說的問題類型是什麼呢？我們說在5級考試當中，經常會考的第一類問題的類型，那就是細節的題目。細節類的題目需要大家一定要提前去看選項，通過看選項去預測到底在這個文章當中哪一類的細節信息是需要你去注意的，到底是關於人的，還是關於時間的，是關於數字的，還是關於日期、原因等等之類的。這些不是說告訴你提前看選項就知道了要考哪一個細節，而是說一定要自己學會通過看選項去預測，通過選項的內容去判斷到底哪一類的細節信息是你接下來要聽的時候需要去注意的。說完了細節題目，今天呢，我們將和大家一起學習第2類，也是上節課留給大家的一個小尾巴，買了一個關子，對不對？我們第2類說除了細節題考你非常重要的一些小信息之外，還會考你總的來說這篇文章到底說了什麼。也就是說，我們的第2類問題就是概括題。概括題和細節題是不一樣的。細節題的內容你可能在文章當中就直接找到了，概括題有的可能是在某一個句子裡告訴你了，有的很有可能也需要大家通過聽完整個文章來去做判斷。一般來說，概括題目呢，它的問題主要有這樣的幾個，它可以問你這段話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也就是你聽完這段話，你來概括一下作者為什麼要寫這樣的一段文字，也就是說主要內容是什麼，作者寫的目的是什麼。第2類，這段話主要談什麼，其實就是換了一種說法，繼續問你這段話的主要內容是什麼。第3，這段話主要講的是什麼，說來說去不就是一個意思嗎？不管你是說用的動詞告訴，還是說談，或者說第3個講的是什麼，這些動詞都是一個目的，就問你這篇文章內容主要是什麼。最後一個什麼什麼的主要觀點是什麼，在這裡要注意問的到底是誰的主要觀點。一般呢，在我們5級的考試當中，這個文章涉及到的人不會太多，也就是一般來說都是在議論文當中呢，可能會告訴大家這篇文章要告訴你的內容是什麼，所以問題問的也是和中心的內容有關。也有可能你听到的是一個哲理故事，聽完了這個故事呢，最後也告訴了你一個道理。我們之前是不是也說過，常考的文章類型有什麼？有故事類、非故事類。故事類有哲理故事，還有什麼？對，除了哲理故事，還有生活故事等等。而非故事類呢，也有議論文和說明文這2種經常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大部分都是在哲理故事和議論文當中經常會問到大家的。也就是說，如果你聽到了一篇議論文，你一定要知道作者最主要的觀點是什麼。如果你聽到了一個哲理類的故事，你也一定要知道通過講這個故事，作者想讓你知道的道理是什麼。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說概括題可能會考的類型。最主要的其實還是都在議論文當中，
因為議論文當中啊才會有這麼一個中心的觀點。我們先來看一看第45題的4個選項。A. 慢跑的作用。 B. 減肥的方法。 C. 怎樣制定健身計劃。 D. 如何緩解工作壓力。看完這4個選項，大家猜一猜你要聽到的內容是什麼？很有可能和什麼有關呢？應該呀是和某一個運動類的或者做法有關。這個主要的可能你會聽到的內容啊，就是告訴你你應該怎麼做，也是作者的一種觀點。它有可能是一篇議論文，或者有人说，也有可能是說明文，就是說明啊這個慢跑，或者說這個減肥的方法是什麼，都可以。但是啊，你一定要抓主要的內容去聽，也就是說，怎麼去看。到底討論的中心內容是什麼呢？一般來說，可能是在你聽到的開頭，或者是聽到的結尾的部分。所以大家在接下來聽這道題目的時候呀，一定要注意聽一聽開頭說了什麼，結尾說了什麼。還有更好的一個辦法呢，也就是說，如果呀經常出現的那個詞，也有可能是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一個信息，或者說是它的主要內容。好，接下來呢，大家就带着這個問題一起去聽一聽這個聽力題目。聽力題目會問大家3個問題，但是你只需要回答第45題就可以了。好，接下來的時間交給大家。第43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在制定個人健身計劃時，一定要包含自己喜歡的，或者覺得有趣的，或者至少不討厭的運動。如果你不喜歡慢跑，總覺得慢跑過程很無聊，但為了減肥不得不制定慢跑運動計劃，那樣的話，我敢打賭你肯定堅持不下去。所以，對於健身新手來說，最好以自己喜歡的運動為中心，再逐步增加其他必要的健身項目，這樣的健身計劃才更容易實行。43，根據這段話，制定健身計劃時要注意什麼？44，根据這段話，下列哪項正確？45，這段話主要談什麼？好，听力內容結束了。我們最主要的問題是讓大家去回答第45題。那第45題問到了哪個問題呢？是不是我們4個常考問題當中的一個呢？一起來看一看。第45題問大家的是，第45題問的是這段話主要談什麼？你們的答案是不是 C 選項呢？怎樣制定健身計劃？剛剛的這段對話剛剛的這段文章啊，其實一開始就說了，在制定健身計劃時一定要做什麼，也就是作者的一些關於制定健身計劃的看法，還有他認為應該去做的事情。除了听開頭和結尾，大家有沒有聽到經常出現的那個詞呢？經常出現的詞就是健身，對不對？所以我們在
做概括題目的時候呀，其實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你去聽一聽開頭，聽一聽結尾，還有就是注意去聽在這篇文章當中經常出現的那個詞是什麼。因為經常出現的那個詞一般也是作者要討論的那個東西，所以我們很容易就得出了答案是 C 選項，怎樣制定健身計劃。所以文章呢，通過開頭引出了健身計劃這一個話題，然後就給你仔細的說了一下制定健身計劃應該怎麼去做。這是我們第一道概括類的題目。下面我們再看第二個。第二道題目呢，也是概括類的，同樣一會兒還是需要大家去聽一段文章，但是你只需要回答第45題，也就是這一篇文章的最後一道題目。所以呀，從這個提問的順序來看呢，也可以總結出來。如果當你聽到一個議論文，或者說有可能有時候呢也會在說明文當中問大家主要說了什麼，所以當你看到有2-3個問題的時候，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是一個概括性的語言，或者說一看呢就是一個比如說怎樣選擇寵物這樣一個問句，因為有了問題你才需要去回答，回答主要都是圍繞着選擇寵物這個話題來展開的。所以如果你看到在一個題目當中最後一道題目它的4句話或者說4個選項有可能是一種概括類的，或者說一種疑問這種問題的形式來問大家，那麼這道題目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常說的概括類的題目。而大家在做概括類題目的時候，應當注意听的是開頭和結尾，或者說你也可以仔細去聽一聽哪個詞出現的次數比較多。比如說我們剛剛那道題目健身就出現了很多次，再回顧一下。而在刚剛那道題目當中，除了健身之外，這4個選項的關鍵詞分別是慢跑、減肥和緩解工作壓力。所以這道題目非常容易，那是因為你不僅可以通過聽開頭、聽結尾來做出答案，還可以通過看關鍵詞、聽重複出現的詞語來做出答案。那再看第45題呢？第45題第2道題目呢，這個練習可能和剛剛的難度就不太一樣了，因為這4個選項我們一起來分析一下。A. 養寵物的好處。 B. 怎樣選擇寵物。 C. 怎樣訓練寵物。 D. 養寵物需要注意什麼？都和哪一個主體有關呢？都和寵物有關，所以你不需要去判斷這個關鍵詞到底是什麼了。你接下來要聽到的內容一定和寵物有關。寵物呢，也就是說你可能會聽到過很多次。那你應該怎樣去做這種類型的概括題目呢？你就要去看一看到底說的關於寵物是說了哪一方面的，也就是說和寵物搭配的那個動詞是什麼？到底是養寵物，說的是養寵物好，哪些地方好，給你帶來了什麼好處呢？還是說選擇，教你怎樣去在各種不同的寵物當中選擇適合你的那種寵物呢？又或者說訓練，你已經有寵物了，你應該怎樣把它訓練得非常好，特別乖而且聽話呢？第4個選項需要注意些什麼？也就是注意，就是說如果你听到的內容是和說養寵物你應該注意要做什麼做什麼，是告訴你這些注意事項的話，那你就去選 D。 所以說大家通過分析 A、B、C、D 4個選項，你可以把握住4種不同的主要觀點。第一個是說養寵物好，第2個是說你應該我怎麼選，第3個如何去訓練，
第4個，注意事項是什麼？那你要做的判断就是，接下來的這個內容回答的是哪一個問題，說的是不是好處呢？所以這個概括類的題目也有可能是從這4個問題當中來進行提問的。那具體提問的是哪個問題，我們就通過听听力來看一下。同樣也是大家會聽到不同的3個題目，但是呢，你只需要完成45題就可以了。好，接下來的時間，請大家聽一聽這道題的听力。第43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话。養寵物有很多好處。首先，養寵物有助於培養人的愛心和責任感。如果你養了寵物，每天必須餵它幾次，從而會感到這是自己的責任。其次，你會有一個忠實的朋友，你可以告訴他任何心底的秘密，因為他不會告訴任何人。寵物還會促進主人們之間的人際交往，減少孤獨。除此之外，如果有陌生人進來，他會馬上告訴你。還有一個好處很重要，那就是寵物可以幫你調整情緒。和貓狗在一起，或觀賞游動的魚兒15到30分鐘，就可減輕壓力。43，主人為什麼願意把秘密告訴寵物？44，關於寵物，下列哪項正確？45，這段話主要講的是什麼？好，我們的听力內容結束了。先來考一考大家，我們問的問題是哪一個呢？是不是問到了這段話主要講的是什麼？也就是第3個問題。那大家在開頭的部分又聽到了什麼呢？聽到了寵物。關於寵物的什麼？動詞是養寵物。養寵物的好處有很多，對不對？所以在整個文章當中我們剛剛問的問題是這段話主要講的是什麼？而一開始，也就是在文章的開頭部分，就已經告訴大家了，這段話就是想告訴你，養寵物有很多好處。具體哪一些好處呢？說完這句話，慢慢來告訴你。比如說，主人之間的關係更好了，或者說你有秘密也可以告訴寵物等等。所以接下來說的內容都是好處。什麼的好處？養寵物的好處。也就是說，這道題目的答案在一開始就已經給大家了。所以我們說在做概括類題目的時候，一定要關注的是開頭和結尾。那你怎麼通過選項去判斷這道題目是概括類的題目呢？首先這4個選項，首先可能是有一些問句出現了，也就是說提了一個問題，那接下來這篇文章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又或者說它是一個比較概括性的短語或者句子，比如說養寵物的好處，一看就是很精煉的一個短語，對不对？說的就是好處。什麼的好處？養寵物的好處。那你就要注意了，像這種不是細節類的選項你很有可能就去猜一猜它就是概括題。概括類的題目呢，要關注開頭和結尾。
或者說聽一聽在這段話當中哪一個詞出現的次數比較多。其實這道題目除了開頭部分告訴大家是和好處有關之外，其實呀，在短文的整個小短文當中啊，也說到了不同的好處這個詞，對不對？除了好處，當然在剛剛的其他問題也說到了好處這個詞，所以不光是問題，還有文章當中都提到了好處這個詞，也是給大家一個提示，讓你來做一個判斷。我們呢就通過2道題目，簡單的跟大家說了一下如何去判斷這個題目是概括類的題。當你在做概括類的題目的時候，應該注意去聽的是開頭、結尾，還有經常出現的那個詞。而概括類的題目呢，經常會問大家的有這4種問題：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主要談什麼？主要講的是什麼？或者主要觀點是什麼？那到現在為止呀，我們已經完成了2類題目了，一個細節，一個概括。那除了細節和概括，我們最後呀再簡單的說一下第3類有可能考的類型，那就是推理題。推理題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直接從文章当中找到一模一樣的话語，你可能需要听完之後你去做推測，你來說一說，概括一下，或者說你來推一下，那他想告訴你的道理是什麼？這道題目經常就是刚剛說了道理這個詞，所以經常考你的問題之一就是這段話想告訴我們什麼道理？所以問的是告訴你什麼道理，你要選擇的也一定是一個道理，而不是簡單的短語，告訴你陳述這道題是關於養寵物的好處。這個選項一看就不是道理，對不對？那什麼樣呢？比如說，要懂得享受人生，要掌握急救知識，要不斷挑戰自己，要堅持正確的方向。這4個選項是不是在告訴你你要怎麼做？也就是說，要告訴你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就是當你在人生當中，或者当你面對困難的時候，或者你的人生態度應該是什麼，那就是你要做什麼，就是要告訴你這樣一個道理的。那除了第3個常考的問題之外，還有哪些也有可能是推理題呢？比如說，關於某個主體，下列哪項正確？可能這個正確的選項不是某一個細節，而是需要你通過一句話去推一推這個細節是不是正確的。還有關於什麼什麼可以知道什麼，這2道題目其實是差不多的。有的呢時候它可能考的是細節題，但有的時候也有可能是推理題的問題。因為我們說到5級考試了，不可能每一句話都告訴你正確答案，是不是？他會用一些相近的表達，同義詞或者近義詞，去替換掉選項當中，用這些詞去替換掉文章當中的詞，而成為一個選項。所以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但不要着急，大部分的情況都會考你第3個問題。而這種呢，一般都是一個故事，剛剛說到的哲理故事，故事之後有一個道理，那這個道理是什麼？不會通過一句話告訴你，而是你聽完之後自己來推一推。說了這麼多，一起做個練習，你們就知道了。其實推理題也不難的。好，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的這個推理題的練習吧。第33到3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一位出版商在他的勵志著作中提到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年，他在海邊游泳，游着游着，眼前一下子变得昏暗模糊起来，他覺得很緊張，雙手發軟，無力繼續滑動。
游泳的節奏全被打亂了。在那個生死關頭，兩個信念支撐着他游了下去。一是堅持自己的方向，他認為自己不可能越游離岸邊越遠；二是要保持順暢的呼吸，不要嗆到水。游回岸邊後，他悟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只要方向沒錯，就要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達到目標。33，當眼前變得模糊時，他有什麼感覺？34，關於那兩個信念，下列哪項正確？35，這段話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好，聽力考試到此結束了，恭喜大家完成了今天的最後一道練習。最後一道練習問大家的問題是什麼呢？這段話告訴了我們什麼，對不對？其實啊，也就是問你這段話想告訴你的道理是什麼。剛剛說道理類的題目很有可能需要你自己去推一推，那你先告訴老師這段話說的是哪一種類型的文章呢？這段話是不是一開始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出版商，對不對？他游泳的故事。最後呢，他又說了一個道理，也就是它是一個哲理類的題目。那這個道理你聽到了沒有？是直接告訴你的嗎？他呀遇到了一個問題，後來呢，他就堅持着自己的方向，對不對？堅持一直游，堅持的是自己的方向，所以和方向有關。而後來呢，人家又說了，後来他悟出了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就是只要方向沒錯，就要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達到目標。也就是方向沒有錯，那他的意思是直接告訴你正確嗎？不是，反着來的。我們說可能是相近的表達，近義詞，在這裡呀，人家還用了一個也是相反，但其實就是近義詞。說錯呀是反義詞，沒錯那不就是正確嗎？其實也是近義詞的一種。所以說我們這個堅持正確的方向並不是從文章的內容直接拿來的，而是我們經過了推理。但是推理的过程非常簡單，一般考你一個道理讓你去推不會特別難，你只需要抓住關鍵的信息。一般這個道理會在我們說推理哲理故事的哪一部分呢？在故事的結尾。這篇文章也是最後悟出的道理是最後告訴你的。這個道理就是方向沒錯，那就要相信自己，勇敢的一直走下去。那你要做的就是首先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對不對？也就是要堅持正確的方向。所以關於推理題呀，大家也不要慌，推理題的答案不在文中，不能說完全不在，很有可能不是直接從文中來的，不是一模一樣的表達。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仔細去聽一聽文章的結尾說了什麼。一般結尾是告訴你一個道理，有時候呢也可能在開頭要表達一個觀點，那就是議論文了。議論文也有可能是道理類的，這些呀大家都要注意。其實考試的類型有很多，但是不管它怎麼變，最根本的呀永遠都是那麼幾個問題。大家要做的就是知道了問題的類型，
知道了文章的類型，你就多加練習，多多練習，自己也就掌握了方法，有了技巧，做題也就不再困難了。好，到現在為止呢，我們聽力部分呀，所有的內容就都結束了。下一節課呢是一個補充課。什麼叫補充課呀？就是給你梳理一下，在聽力過程當中，5級的聽力經常會考一些，答案從關聯詞語當中得出。那你應該掌握哪些關聯詞語呢？就是我們下節課要講的重點了。沒有聽力的練習，只有滿滿的乾貨給你。好，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結束了。祝大家考試順利，恭喜你們完成了聽力的所有練習。下節課呀，我們去看一看關聯詞語。我們下節課再見。